北约同意吸纳乌克兰，但一个将字将给俄乌之战带来多少变数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表示，北约各国已经一致同意吸纳乌克兰，成为瑞典、芬兰之后最新的北约成员。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而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，最后还是推动了北约东扩。俄罗斯宣布乌克兰4个州并入其版图，已经给俄乌冲突打了一个死结，而北约吸纳乌克兰也意味着这个死结上面又加了一层。因为一旦乌克兰真的成为了北约的新成员，那么就给了北约各国协助乌克兰的更大义务，从而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，这样各国要把更多的北约标准的主流装备送上战场，甚至有可能形成多国联军联合部队投入俄乌战争，不必再用雇佣兵、志愿者这种形式，而且整装成建制投入的话，那和仅仅以雇佣兵形式提供人员相比，战斗力是完全不同的。真要是有这么一天，咱们网民经常说的俄罗斯以一国之力单挑整个北约，那才不是幻想呢。尤其是北约空军在技术上对俄罗斯空天军的优势，可以说完全是碾压式的，可能会彻底改变战场制空权的归属情况。而北约空军的对地打击能力、空地一体协同作战能力、电子战能力，对俄罗斯地面作战所依赖的后勤指挥、通讯节点威胁极大。即使俄罗斯用各种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、机动射伏进行开火打击北约各个基地，但是这种规模有限的打击恐怕也难以让地面作战摆脱被动。北约海军更有可能进入黑海，在黑海展开行动，参与攻击扎波罗热到亚速海的俄军，实现对赫尔松还有克里米亚的俄军的包围。这种局面下，核武器就可能变成了俄罗斯唯一的有效的威慑。不过呢，情况对俄罗斯来说可能也没有那么糟糕，因为斯托尔滕贝格所说的接受乌克兰加入，并不是指现在，而是说了总有一天将要这种带有明显印度智慧的词汇。这样即使表明了态度，可以让各国增加对乌的援助的力度，展示保护弱国的姿态，同时呢，也在和俄罗斯的博弈中给自己留了讨价还价的退路。话没说死，那就还有的聊，比如以此为筹码换取俄罗斯撤离占领的乌克兰各州。而且美国表达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，美国说同意归同意，但现在呢不是让乌克兰加入的时候，大家应该想办法帮乌克兰打赢再说，毕竟按照北约的规矩，俄乌之间还有领土纠纷，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是不能进北约的。所以斯托尔滕贝格所说的那都是乌克兰打赢这一仗，俄乌就领土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的事儿，所以乌克兰只能等待一个猴年马月。这么一来，俄罗斯可能就更不愿意停火了，因为只要停下来并且达成了领土协议，那就意味着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了。除非能够打到乌克兰筋疲力尽，北约消耗干净，承诺乌克兰绝对不会加入北约。但是俄罗斯不具备这种能力，所以只能继续保持冲突，保持纠纷，保持这么接着耗着。现在是一方集体施压，给乌克兰打气，逼俄罗斯退步，而另一方呢，只能是继续战斗，坚决要把乌克兰拖住。所以短时间内恐怕不管其他国家提出什么样的和谈方案，都不可能让双方共同接受。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必须通过战场，比如下一次大进攻、大决战，能不能够让我们看到任何一方有能力打破战场僵持的平衡。